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讨厌富人吗？你觉得这个社会公平吗？你觉得金钱是万恶之源吗？如果你有以上的想法，有一本书很适合你，叫做《金钱不能买什么》。其实，如果一直有 follow 我频道的兄弟姐妹们都知道我的频道是专门培养富人的，那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呢？那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就知道违背了我平时提出的理论啊。对的，其实从我本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本书可能不是怎么实用，因为里面提出了很多问题，但却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法，所以这是一本我认为比较负能量的书，但我还是要推荐给大家，因为里面的内容对大家的开悟是有帮助的。首先，大家要知道这本书是写给什么人看的，很简单，你要去想什么样的人看这本书会觉得爽，就是那些常常把金钱不能买到爱情，不能买到健康，不能买到幸福等等的这些话挂在嘴边的人，也就是大多数被影视剧洗脑的人。你身边总有一些人老是表现的自己是不贪钱的，自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但现实却是他们每个月为了3斗米而折腰，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我没有想要得罪他们的意思，只是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他们是有钱了以后才说金钱不是万能的，还是他们只是没钱，所以才说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让别人看得起他们呢？这本书的作者 Michael Sandel， 我相信也不是一个穷人，因为他的2本书也是热卖的书籍。那他写这类型的书就很有说服力了，因为他是站在富人的角度去看待很多经济学里面的问题的，是经济学家一直不能解决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只是他提出的观点受到很多普通人追捧罢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因为如果要赚大多数普通人的钱，就站在这些普通人的角度去设计产品，决定我们要做什么创业的项目。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理解人性以后再去赚钱。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能够看到最后，并且听懂的话，从此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走向人生的巅峰，思维和财富将会提升几个档次。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资本家、有钱人的。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也希望大家可以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有缘人获得祝福。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先说第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贫富悬殊为什么是个问题呢？因为它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作者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公平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是金钱不能买的。比如我们去排队，很多人认为排队是一种公平和正义的体现，这些人觉得先到先得是公平的体现，因为可以让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简单来说，只要你是一个人，而且足够早去排队，你也可以去排队，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而如果拿这个标准去看坐飞机，就会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坐飞机是可以不用排队的，我们只需要多付点钱去坐头等舱或者公务舱，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走特别通道了。作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去参与排队这件事，这会造成越来越多人喜欢用钱去解决问题，这样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他认为穷人要付出更多的等待成本，而富人会更加容易的操控自己的人生，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你同意吗？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真的是公平吗？大家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时间价值是一样的吗？老人因为退休了，他们不需要工作，在家也没事干，所以他们是愿意去排队的，因为他们有时间，排队正好可以让他们打发时间。而我们年轻一辈呢，我们要去上班，要学习，要去照顾老婆，要去照顾孩子，要去看扫地僧的影片增加知识，那我们愿意去排队吗？不太愿意了，因为我们的时间价值怎么样？比较高啊。
我们的时间比较宝贵啊，有时间我们更想去休息啊，对吗？那在相比之下，富人的时间价值又怎么样？更高了。之前我很多影片都提到过，时间对于富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愿意选择用金钱去换时间，去学更多的知识，然后赚更多的钱。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昂贵的，毫不夸张的讲，可能1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能多赚1000万，又或者多亏1000万了。所以对于富人而言，你让他们跟你一起排队，他们要错过多少机会呢？所以公平本身是一个很主观的看法，你认为公平的事，他可能觉得不公平，因为每个人的价值和思维方式本来就不同。为什么你会同意公平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均等机会去参与这种说法呢？是因为你是站在穷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就正如老人家因为有时间上的竞争优势，所以他们会觉得排队对于他们来说是公平的事。相反，富人在时间上有竞争的劣势，所以排队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不公平的事了。强调一下，我是绝对支持公平的，只是这个社会是没有绝对的公平而已。另外，因为在地球上的资源本来就是缺乏的，我们看17时代，当时的女人被看作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所以每个男人为了追求一个女人，他们就会打架，然后那个女人就会跟着胜利者去传宗接代了。不仅这样，胜利者还可以获得食物，他们就可以生存下去，而失败者就会绝种，被淘汰。历史的背景就是这样，只是发展到现在，我们变得更加的文明，用金钱来解决资源分配的问题罢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人要努力的工作赚钱，就是希望可以透过金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点、自由点。而他们为什么能赚到钱，而穷人赚不到？还是因为知识水平和思维水平的差距，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改变了世界，所以他们才能成为富人。很简单，如果没有乔布斯，我们有智能手机沟通吗？如果没有朱克伯格，我们可以轻松的了解彼此的动态吗？如果没有马云，我们可以在网上做生意吗？所以财富是对于富人的奖励，是他们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第一件事，我希望大家想明白，贫富悬殊是无可避免的事，因为世界万物本来就有不同的特质、外貌、智慧和能力。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偏颇，但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猪生下来就要被人吃？对猪公平吗？不公平的话，为什么你要吃它呢？因为大自然的规则就是这样，这是食物链，可以说是命。大部分的人就会甘心于此，顺命而为，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食物链的底层。而我们信命，但却要逆天改命。常常提到2个逆天改命的方法，一是增加知识和悟性，开悟觉醒；二是改变环境，靠拢命好的人，接他们的运。简单来说，就是进入富人的圈子。如果大家对逆天改命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的藏经阁读书会，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解决以上的2个问题。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这一年我会跟一些专业的主播会用音频的方式为大家解说100本精心挑选的好书。老实说，你自己去看的话也不一定会看懂。毫不夸张的讲，有些人就是因为其中的1-2本书而买到第一套房子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含金量最高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群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以成为企业家和专业投资者为前提。我也在里面和大家一起交换赚钱和做生意的情报资讯，互相提供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富人圈子。基本上每个人跟你都是志同道合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的认识，进行思想上最高层次的交流。你知道吗？这样的做法已经帮大家筛走一大部分的穷人了，因为穷人是不可能认同我这样的想法的，他们也不愿意花点小钱去学习，连一本书的钱也不愿意付。你要知道，现在的读书会的价格是我自己帮大家补贴的，本来是想减低加入的门槛，但我现在想想又觉得不必要，而且我的团队的成本也不低，所以读书会可能很快就涨回原价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连接，或者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加入我的读书会吧。好了，回到主题，如果大家水平高一点的话，可以去研究佛家的思想。其实众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一样，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都在6道中轮回，
只有开悟才能脱离苦海，这里就不多说了。那第二，作者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道德上的问题。他认为金钱会有严重的腐蚀作用。什么叫做腐蚀作用？就是金钱会使得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逐渐的变得没有意义。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兜里有钱办事不难。但是现实中，是否所有的物品都适合交易买卖呢？作者认为，人就不能当成商品去买卖，因为人是有尊严的，应该需要得到尊重。我举个例子，最近中国内地就有一个当红的女明星，因为代孕弃养的问题上了热搜，很多人强烈指责代孕这种违背伦理道德的事。而作者认为，能做出这种罪恶的行为都是因为钱，钱是万恶之源。我引述他举的一个例子，有记者到印度实地考察过一个代孕者，丈夫一个月挣40美元，家里有7口人，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屋顶漏光的屋子里，但他做一次代孕就可以赚8000美金，相当于家里16年的收入。所以很多代孕者并没有偷偷摸摸的，而是全家支持。有个丈夫一边走在新房的建筑工地上，一边畅想着妻子拿到代孕费用，新房就能完工了。一人代孕，全家幸福。我不想穷，我想要更好的生活，这是很多印度穷人反对禁止商业代孕的原因，也是现在讨论商业代孕合法化中很多支持者的观点。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为什么不可以？这些支持代孕合法化的人虽然提出的论据也蛮合理，因为他们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去看问题，但是他们的论据就会更加让人认同钱是万恶之源，因为的确违反了大家对道德的标准。其实金钱只是一种工具，就好比美国持有枪械是合法的，枪是可以用来救人，同时也可以用来杀人，所以也造成了社会上很多道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心的贪婪和恐惧，所有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只要到了人类的手上，就会有道德的问题。同理，很多有钱人都会捐款做慈善，很多人因为这些善款得到了帮助，在佛学把这叫做财布施，也是一种行善积德的行为，但其实也会造成道德上的问题啊。你想，有钱的人可以捐钱来换取内心的喜悦，这些人很多都是真心的想要帮助别人，但是大部分接受捐款的人其实内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自卑的。那捐款这件事是不是也违背道德呢？因为它伤及到别人的自尊啊。所以我想表达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我们不能怪外在的事物，我们要从内心去寻找真相。记着，钱不是万恶之源，人才是。就好比那位代孕弃养的女明星，大家批判的是她这个人，而不是金钱。因为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钱，但罪恶依然还会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有道德的教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是非之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以上的解读，所以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同样也是错的。对错没有一个标准，我们能做的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就算这件事本来让你获得利益，但却让你内心不爽，你也不要去做。相反，这件事本来对你来说有害或者没有得益，但这件事会让你内心感到喜悦，你也可以去做，只要不违法。大家听懂了吗？这里蕴含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在里面。那第三个作者的观点就是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会有失灵的时候。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钱不是万能的，有很多东西都是钱买不到的，或者说钱也未必能达到某种效果。比如说瑞士曾经有一次他们要存放核废料，而唯一最好的位置就是一个小山村。当时的经济学家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询问居民是否会接受在这个社区里建设核废料的储存点。当时的结果是 51% 表示是可以接受的。这说明这个地方人的素质还真的是挺高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东西不能放到国外去，就只能在自己的国内。然后结果这个调查结束之后，政府打算给所有的居民进行现金的补偿，现在还要给你钱。结果怎么样？结果只有 25% 的人同意把核废料放在这儿，从 50%
51%降到25%。为什么？因为金钱不能买来安全，金钱不能买来健康，对吗？我第一次牺牲是因为我的尊严，因为我对祖国的热爱。但是第二次你用钱来买，对不起，我不是你那点钱能够买的，对吧？这就是作者提出的市场的负面作用。后来他们把补偿的额度提高了$8700的时候，这个支持度依然很低，所以之前的这个选择是出自公民的责任感。而后面你发现，当你用钱去解决的时候，公民的责任感就没有了。这其实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因为我们人有是非之心，所谓的君子不受嗟来之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而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这点我是蛮认同的。所以一家好的企业能够成功，不是因为里面的奖励体系做得好，而是因为企业文化可以得到广泛员工的认同。比如阿里巴巴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就真的很牛。如果我是18罗汉之一，我也可能愿意为阿里巴巴卖命，因为马云的梦而一起奋斗，因为这个梦想真的很伟大，它可以改变人类的交易行为和商业模式，是一个历史上的科技革命，千年难得一见，每个能参与其中的人都会感到荣幸。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企业文化牛的地方，因为是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所以我在之前的影片才让大家去学画饼，这点三国时的曹操是这方面的高手，大家可以去学一下。但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同意金钱不是万能的，但书中大部分的看法我都是持有保留的态度。如果这本书是写给富人看的，那可以，因为可以让他们反思一些道德和公平上的问题。但可惜的是，大部分看这本书的人都是穷人，而这些人很容易就会断章取义，直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金钱是万恶之源。甚至有的人就会说，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有钱人都是没有道德的，然后就会仇视富人，为自己穷而找到安慰。他们心里面虽然羡慕那些成功的人，但却会把金钱不能买什么的道理挂在嘴边。对的，这样的人去看这本书会越看越爽，因为可以为你的失败找到很多的安慰。但我们要搞清楚现实，到底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什么？这个社会就是金钱主导的社会，很多的问题如果用钱去解决的话，会让很多东西失去本质，但如果这些问题不用钱去解决的话，就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或者达不到最大的效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自己先富起来再说，我们要先赚到第一桶金，然后建立起我们带来被动收入的资产，再去思考更升华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先跟随游戏的规则，让自己足够强以后，才去改变游戏的规则。这里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利用 YouTube 这个平台创业。我自己考虑要不要做一个项目，首先要考虑这个行业的前景。无疑 YouTube 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先做的人就会先拥有流量，而现在 YouTube 的市场不断的扩大，有强大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在去做 YouTuber 的人就是领先的人了。另外，几乎肯定的是，将来很多实体行业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届时将会出现一波行业的大洗礼，很多的技术活都会被机器人或者电脑分析取代。像餐饮已经有机器人点餐送餐，像运输已经有自动驾驶，像股票市场已经有程式交易，像医疗已经有手术机器人了等等。而暂时还不能被科技取代的就是创作行业，自媒体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成本的门槛不高，每个人都可以上传影片到 YouTube 上，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我之前很多影片都有解释到赚钱的方法，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想强调的是， YouTuber 的收入其实是很可观的，只要大家知道如何变现。这里我就想给大家推荐我参加过的小船 YouTube 金牌运营课程，这个课程也毫不夸张的讲，帮我解决了大部分在 YouTube 上实际操作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小船在他的学员 Facebook 群组也给了我频道很多的建议，让我对 YouTube 一无所知，到现在一无所获，所以我必须报恩，给大家推荐他的课程，真的特别好。我建议大家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免费的网络研讨会，大家可以先听一下，熟悉一下小船的教育风格。如果大家现在报名参加的话，还可以用到连接里我为大家争取的最优惠价格，是一个很大的优惠。
我希望大家看这本书之前要去思考自己是一个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的人，因为如果不够正能量、不够功利、不够智慧的话，就会走火入魔，被带偏了。这本书是写给准备开悟但一直还没有开悟、处在瓶颈期的人看的，大家要量力而为，不然只会永无止境的变得越来越穷。好了，希望大家有所领悟，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拜。